集义寺最大的特点，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民宿。这个院子住了4家房东，加上我们还有一些客人，在这3年多的时间，其实大家处的都特别愉快。这个老宅子的建成的年代是民国38年，以前的主人是叫杨德昌，是喜洲的8宗家之一，他以前是做丝绸布匹生意，当时一看就特别喜欢，然后就把它租了下来。这个院子很大，空间非常高，闲置了有20-30年，没人居住。我们几乎没有做太大的改动，只是做最简单的一些清洗工作，包括以前房东他们所居住过的痕迹，我们都尽可能的保留下来。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还搞不清楚这个院子到底有多少房东。碰见的第一位房东叫五哥，只租了5间房作为我们的自己的工作室和居住。结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陆续回来的一些房东，就这样，一点一点的部分房东就把他们的老宅子就租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就把多余的房间就改成了客房。现在房间一共有13间。喜洲人喜欢玩乐器，比如说三弦啊、二胡啊、京胡啊等等等等。我们村里面也有一些老人，经常会聚在一块儿喝喝酒、唱唱歌、弹弹琴。五哥呢，他喜欢养花、养草，弄一些盆景啊。有时候客人喜欢的东西，他会非常大方的就送给对方。早上好。哎，早上好，早上好。忙吗？忙吗？今天教这个什么花啊？这是？这个是吊兰啊。吊兰啊，它什么颜色？紫色的。快开了啊！还有一房东叫杨云鹏大哥，在他房间里面留下了一箱东西，里面有很多他父亲小时候用樱桃小楷写的一套作业本。还有什么作文啊？他在抗战期间记录了当时的整个喜洲的一些他作为学生的所见所闻吧，我们觉得是特别珍贵的。朋友来了以后，我们会建议他们骑着单车到附近的甲马工作室去看看。甲马作为白族地区的木刻版画，它是把民间的起伏带到天上去的一种途径。甲马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生老病死，包括建房以及邻里之间的纠纷的等等内容都在里面。甲马工作室有一位张老师，他们家是祖祖辈辈都在雕刻甲马、拓印甲马。有朋友喜欢的，他们会在我们的工作室会亲自拓印一张甲马。在离甲马工作室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村落叫金龟市村，是祖祖辈辈都是以赶羊毛为业。对手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设计一款图案，跟我们的羊毛毡师傅一起，在他们的指导下制作一款非常精美漂亮的小圆毯。村子的旁边有一个半岛，叫海蛇，非常原生态，也非常漂亮。很多朋友会来到海蛇喝杯咖啡，看看日落。我们在喜洲这些年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做民宿、做咖啡馆，
做甲马、做羊毛毡等等等等，包括当地一些传统手工的一些整理吧。其实做这么多呢，还是更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喜洲，来感受喜洲的一种传承，它的文化的底蕴。